今天我们这边下雪了，昨天就下了其实啊，但是我们昨天没有过来。今天过来之后，我们这个后备箱已经装起来了。这个后备箱其实是这个老板给我装错了，这个固定卡子没有绑上来，这个等会儿还得让他们拆下来，不然的话这个会晃，这个架子它会上下的晃，所以要把这个带子从那个后边绑过来，把它绑上。后边固定的倒是相对来说比较完美啊，但是下边没有固定，所以呢，这个箱子我们到时候还得再重新搞一下。其他的地方呢，这两天基本上是属于没动，我把这个门锁拆掉了，门锁拆掉我去换一个门锁哈。然后这个我们的车现在不是开车有这个声音吗？开车锁车有这个声音很扰民，所以我那天从网上找到个办法哈，就是在锁车的状态下按住这两个键，这回开车关车就没了。如果想恢复这个声音，再按一下就好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这个后备箱比我们之前的那个要宽很多，宽大概这么宽吧。所以说这个里边我们可以放更多的东西进来了哈。之前的那个放的有点紧凑，满满当当的，这回我们要松松散散的放一些哈。而且这个高度啊，刚好是我能够到的高度，再装的高一点的话，我恐怕我就手够不到它了哈。所以这个高度呢，刚好我们之前的那个箱子装的就是有点偏低了，所以这款我们特意的把它抬高一点。其实这个高低无所谓的哈，锁上，锁一边就行，因为这个还得再拆，得拆下来，稍微往上移动一下，我把这个链条拔出来，要不然它现在不是彻底平的，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翘起来的哈。这边离备胎还有一定距离，其实可以往这边再靠一靠。就是因为下边这个支架它是可移动的，我们到时候把这个支架，我看应该是可以移动，对，这是可以移动，这个一松，整个箱子可以往左移动啊。我们把它，因为这边感觉跟这个车已经快齐平了。我们刚刚把这个箱子拆下来啊，拆下来之后我往里边挪了一点点，整个这个架子要在车的框子里边哈，不能突出去，所以它这个自行车架它是可以支持来回挪动的哈，就是我们就拧这个就可以了。车架是可以随时改变位置的，是一定要拧紧了，不然它还会左右来回窜。你看这样整个后备箱看起来就很舒服。之前是突出我们这个平面的哈，这点不太舒服。我们的防虫网它是专车专用的，就是欧胜专用的，因为我们经常会去一些虫啊、棉絮啊这种比较多的地方啊。它这个防虫网是4片的，总共有4个片，上边2片，下边2片，就可以保护水箱哈。它虽然会有一点点影响散热哈，但是并不是什么太大问题，看着质量还挺不错的，是不锈钢的，坏不了。把这个送过去，到时候让车厂帮我们装起来，然后这个应该比较简单。卸点东西啊，后备箱满满又拉了一仓，看一下我们拉的什么东西。我们今年的新水管啊，家里拿的。因为之前试过无数种水管，都不是很好用啊，这回就直接一步到位。然后我们的这个电缆的接线延长线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能市电能接到3.5千瓦，所以呢之前那些线基本用不了了，一接就烧断了，所以我们这次要用这种电缆这种线了哈，还带了一些七七八八杂七杂八，你看后边拉的整整一车。再仔细看，我们的中网已经装进去了哈，这个网子从这边上已经能看到了，下边也是靠这个扎带来固定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阻挡大部分的蚊虫了哈，看到没？可以，它这个原装位的这个，你看从这个边上齐齐的。我们的车现在正在融雪呢，这下面全是水。看第2条这个灯带已经装起来了，还差2条。这第2条就是斜45度打向我们自己的哈，所以那个在遮阳棚上，我们之后还要装几个乱七八糟的灯啊，门头灯啊什么的，还要再装下。据说这个是太阳能的，飞亚马的太阳能的不知道是什么灯。然后这个车厢已经固定好了，看到没？这回是后4臂，
固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个车厢刚刚好就在车体里边哈，你看，站在车体一平的这个地方，它往回伸了5-6公分，5-6厘米吧，差不多这样子。这样子就看起来就协调很多了。之后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儿，就是把这个要下边也要固定哈，因为还剩2个这种的，这个下边的要固定在这个单上，跟它绑在一起。我们又重新开了个孔，上个后备箱我们就打孔打多了哈，多打了几个孔，这个又打多几个，但是这次拿这个胶啊，结构胶给它封起来了，所以它不会影响它的密封性啊。下边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啊，做了2个铝合金的片儿，然后固定在了我们这个上边，这个就相当的稳固啊，前后都稳固，除非我们这个自行车架掉下来，不然这个箱子肯定是走不了的。所以固定这个箱子一定要固定牢靠，包括这个东西我们之后也要给它重新拧一下，拧紧，不然的话它这个东西它是活动的，它可以摆来摆去的，跟这个一样，看到没？它是可以摆来摆去的。其实我们应该把它拆了，这个玩意儿给它拆了。回头我们想办法看怎么给它拆下来。好，后备箱固定完之后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后备胎这点缝隙能不能打开拿下来，因为我们还要用爬梯，用爬梯我们得把这个打开才能用爬梯，所以呢我们先把它弄开。哎，不影响，完全不影响啊！这个我们照样爬梯可以使用，后备箱这个后备胎也可以打开，所以就没有问题。好，可以。所以这次就是搞得十分完美了哈。这个比我们上一次装那个备胎时候装的还要顺利一些。现在螺丝给它拧紧，上车。我们的开关也拆下来了哈，因为要在这里边走线。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路线哈，这是一部分路线。这是西藏部分的阿里北线，然后这是我们后半年的线路哈，我们要更换这些贴纸。然后这是我们歌友俱乐部的这一趟，这下半年的路线，这是我们总共跟了几台车吧，反正我都把这个贴纸都给做了，这都一模一样的。哎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些路线图我们一般都会贴到车上哈。但是会不定期的更换。这个就是这个灯装完时候的样子，它上面有个导水槽，即便这个上面有雨下来啊，它也会上面把水接着，然后从那个导水槽下来，在两边排水，它不会从门正中间排水啊。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小的防雨条，也是一个灯。顺便搞了点小东西，刚才老板在那边装这个灯。我们在前面看，我们的前面还是这样子，装了一个小灯，这个我改成黄光了啊，因为这个是开门灯，开门灯可以亮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副驾需要看点东西的时候，这个白光太亮了，影响驾驶，所以就这边换了一个黄色的黄光射灯。然后我们这个舱打算要放这个水管和电线，所以呢这个尿素得拉出来放别处了。回头看这2箱尿素有点带的有点多了，带1箱就行了，其实丢回家1箱。我们特意带了我们的水管，然后来试一下，看看这个空间的大小。先拿过来，我们再看。我有点高估这个舱了，这个舱好像，只有这么大。这个舱里边并不能放下我们的电线盘和水盘同时放，所以我们放了点不常用的工具箱啊什么的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卡式炉。这卡式炉到时候我们要移地方，不能放在这里边，因为影响我们拿这个东西。然后另外的这些舱里边啊，我们都以包包的形式给它放进去了，不然的话我们之前开车会有一些异响。这儿有2桶尿素，这儿有半桶尿素，这半桶我们走一半就加的哈，这2桶是我们备在车上的。所以这个舱它也是不漏水的，放些包包在里边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。
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工具都放下了。我们还这次准备了2个驻车器，因为有的时候啊，打起这个驻车支腿之后啊，它有可能会往前或者往后走，所以需要用它，还有我们这个垫高支架。对，我们垫高支架没有拿过来。车不平的时候用垫高支架，它也会有个坡，光靠手刹怕有时候拽不住，车太重了，所以需要这种止停块，往轮胎下边一塞，它不动了啊。电线我们暂时先搁这儿吧，因为这儿全部都是关于电的东西哈。这个舱里边已经有这么大位置了，不影响我们使用了。哎，所以就先这样。看我们上面这个灯，2条灯带，买的时候插2根，忘买2根，因为我看错尺寸了，我这个尺寸是45S 的，要长一点啊，所以那2个灯带有点短。这些舱我们就可以关起来。门头灯我们也装起来了，在我们这个开门的正上方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门头灯跟我们这个东西并到一起，就是门开了，这个灯就亮了哈。但是有时候白天时候是没有用的。